FT2， 哇 ，very good。那我们现在切换到 Sport Mode， 我们所谓的 Power Mode 啦。Guys， 我现在的油剩下98%，然后我的电剩下14%。因为这辆车我昨天才拿到，我只有4天时间来相处这台车，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充电。昨晚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很后悔。剩下14%，而且我现在的动力只有靠着1.5公升的自然吸气4缸推动这台要1800公斤的车会怎么样呢？对。现在我也是蛮好奇的，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有满电的情况下，动力肯定是强的嘛，对吧？那我们就试一下哈。这台车的动力在 KL 驾的时候是完全没问题啦，没有问题的啦哈。然后也蛮省油的，当时我拿这辆车油表当时是满的，说可以走800多公里。如果你有在家里 Wallbox 充电，或者是外面充的话呢，我觉得1000公里都真的不是问题哦。Alright， 这个 Carnival 从刚刚到现在呵呵，我觉得这次的后悬挂真的调教现在的特性都不一样了哦，在这种高速的时候特敏感一下。后面还会跳一下那种感觉。哇，这个过弯有一点切豆腐的感觉，非常的good。OK 啦，虽然它的悬挂调教偏舒适很舒服的那种。完全不像捷酷的那种有一点稍微的硬朗一点点可是它操控还是有给到你的。Proton 的车真的放心了，每一辆车好开，调教又 very good。我在把握我的方向盘比较重了。为什么我会把这台车来试云顶第一点就是云顶没有这样长啦。如果去乌鲁央、滴滴港辛苦我太远了又长。OK， 第二点就是呢，云顶的路比较安全，因为它双向车道然后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对面不会来到我这边，所以我们也是安全考量，然后加上影片也不会这么长。再来最后一点就是我想试一下，现在我剩下9%的电。然后我再靠着这个1.5 L 的引擎来驱动它1800公斤的感觉会怎么样？前半段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前半段的路没有这么颠簸，没有这么斜啦。然后主要是我们 Stage 2了之后，会不会像之前我驾的 Tigor Cross HEV 这样子呢？Let's see 这个轮胎还可以蛮刺激一下
FD2，哇！哇，你看到吗？不放油门的，有 LSD kick in 那种感觉，特好。一直打炮。OK， 现在我们换去下山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充回一点电啊。Very good. Ooh， 早上的空气真好，声音又好听，有 VTEC NA 对决Turbo。哇，声音好听嘞！什么 exhaust 哦？而且我觉得它的设定很不错啊，不会太硬嘞。FD2啊，软中带刚啊。我已经地板油了啦，地板油了，踩到完了的啦。我动力只有这样了哈。靠，这个时候充回一点点的电。呵呵。哎呦，我的车过了 bump 之后，这个 power mode 好像在拉高转速一档这样子哦。踩得完。哇，换牙会有那个。换牙挺快的 ，salute bro salute。哎呦，你不用等我了，哇！Turbo 就是不一样，哎呀 ，OK 啦，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是一个1.5公升的自吸，所以上山的话哦，这个时候就输给了竞争对手了哈。Chery Super Hybrid 捷库的 J7 PHEV， 那时候的他们呢，因为有这个 Turbo， 哎呦，吓到我，还帮我踩刹车了一下，刚刚。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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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知道是不用来了的啦。
很多时候我都在地板油嘞，它动力是可以啦。我现在剩下多少把线？9%，它是可以推动这台车，可是它就是不会给你到太，就是你想要再去就没有了，就这样。我 I maintain speed 可以 maintain speed， 所以这一具1.5公升的自吸又要忙充电，又要忙着给动力，所以它挺忙的。踩完油，地板油，给我一点动力 ，Yeah，OK， 不惨，至少我还可以有力。啊，我都在地板油没有松油哦，关。Yup， 没有电量的情况下啊，90多匹而已嘞。哇，毛迪林的屁股虽然是毛迪林屁股，但是它至少我过弯的时候啊，好像那种急速的时候啊，它还会把屁股收一收，对准这个弯让我去，哎 ，not bad， handling 不错一下。地板油没有再松过哦，嘿嘿。这一个引擎的声浪哦，就是跟我们之前试驾的 Saga 一模一样。可是它这个防火墙好很多啦，毕竟 segment 不一样嘛。可是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引擎，所以它发出来的动力声音是一样的，只是我没有像 CVT 这样啦哈。其实它开起来很像 CVT 的，现在你会发现我会松油门的时候，它就是掉下来的转速，然后我踩完油的时候就是转速会升上来。哎，我觉得我不要踩完油了，我留一点点这个后路给它，让它可以有时间找回电，不要一直在100%给我动力一样。因为基本上我踩一般跟全油门的那种感觉，那个动力好像都是一样的。呀，至少不会空掉啊！我还是这1.5还是可以拉得动我上山，它不会在这里完全就空掉。OK。Relax, chill drive, yeah。单手架还是可以啊，没有问题啊。Chill drive。
哦，这就是我完全的动力了。地板油稍微比 Persona 快一点点。过弯就不松油门了，直接去了。Yep, Elza。Alright， 我已经进入Power Mode了的啦，已经去到准了啦。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弯可以不用松油门了嘛，因为我速度也不快，才60 km/h 呀。Innova 在我前面表演，因为我也去尝试一下追它，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是地盘油了，我的动力就只有这样。来一点电量，还有88%，只要它18%以下电那个 battery 哦，它会好像不太会给电了啊，就是靠这个引擎来发动。最好的情况下是有充电啊。62 km/h。Alright， 竟然让2个 Honda 等我了啊，不好意思啊，这次上的有点慢啊。OK，E-MAX 7 PHEV 可以吗？是可以啊。它其实是一台很好开的这个日常生活开的车啊，沿途也不怕，没有续航焦虑。动力就很 OK 了，我觉得也不会太差。虽然我的之前的想象中就是1.5公升没有 turbo 可以咩？但是这样子加下来，我觉得是可以啦。主要它价钱便宜啦，你看一下，捷酷150多千，对吧？Cherry 可以啦，可能可以讲一下129千左右。可是你会更喜欢谁的内饰跟外观呢？其实我的口味就抱歉了 ，Cherry 啦，我比较喜欢这一台这个 Proton E-MAX 的内饰，然后还有它的椅子的包覆性，还有它的坐包真的好坐。真的好坐，真的很舒服。OK， 这时候它的引擎正在为它充电了，因为我的电量也基本上剩下18%啊。哇哦，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 Q 嘞？啊，其实整个外形，我个人认为它是挺帅的。它车头、它的车尾，尤其它车尾有一点像 Baby Macan。So guys， 终于有拍到 E-MAX 给你们看了，这是我第1集的 E-MAX 的影片。如果你们对这台车有兴趣，想要购买的话，你也不妨可以联系我哦。那下一台我想要拿 E-MAX 5，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看呢？有兴趣的话，在上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希望到时候可以拿更长啊，因为这台车从拿车那一天开始算起，第1天4天我就要还掉了，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太多时间去相处它。唯一就是试一下它的 cornering， 它的动力这样子。各位，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Goodbye。